1895年起，日本占台后的前20年，通过武力镇压加文化改造统治台湾社会，一边血腥镇压反抗势力，比如雾社事件，一边对年轻一代疯狂输出日式教育，让他们学日语，改日本姓名，拜日式神社，目标明确，就是要把台湾人驯化成听话的工具人。此后，日本殖民政府开始用内地延长主义的糖衣炮弹玩起怀柔政策，他们在台湾搞地方自治，发展农业经济，让台湾人尝到甜头，同时也同步推进深度殖民套餐，将生活习惯、宗教信仰全盘日化，一部分本岛人开始以皇民自居。最后，从1937年开始，端上了终极洗脑的硬菜——皇民化运动，许诺台湾人与日本人平权，实际是画大饼，但部分精英却真信了。于是历史魔幻一幕出现了。当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时，台湾人反应巨分裂，有人放鞭炮庆祝回归，有人哭晕在厕所大喊靠山没了，但极少人报复日侨，这和东北形成了强烈对比。对于接收台湾，国民政府早有计划。1944年成立了台湾调查委员会，开班培训干部，看似很用心，但实际存在2大硬伤。一是只找大陆台籍人士当顾问，他们离开太久，根本不懂岛内实情；二是拒绝本地人参政，埋下不信任本省人的地雷。此外，1945年后，国民政府的一些骚操作也直接翻车，比如设行政长官公署比日本内地延长，政策还像殖民，台湾人怒喷祖国当我们2等公民。行政长官陈仪还玩起了作死3件套。一是差别待遇，把政府的重要职位全给外省人；二是经济摆烂，垄断产业，加上贪污横行，在战后物资短缺的情况下，更是雪上加霜；三是阻挠台胞返乡，什么情况？光复后竟限制同胞回家，一顿操作猛如虎，台湾民众的心态就崩了。刚摆脱日本50年殖民，结果迎来更坑的自己人。在官民对立的大背景下，终于在1947年2月27日，导火索被点燃了。台北茶集私烟，警察暴打烟贩林江迈。这位阿莫头破血流，照在全岛疯传，民众怒为警局。此时，长官公署竟下令开枪镇压请愿群众，事件彻底失控。细看这件事的深层原因，表面是治安事件，实则是50年殖民伤痕加上接收失败的总爆发，而日本统治留下的省级隔阂，在国民政府的政策加持下加剧了对立，加之经济面临崩溃的大环境，民众怨气一点就炸。国民政府从大陆派兵赴台镇压，导致了伤亡惨重的228事件。1947年5月，国府宣布废除长官公署，改设省政府，大量启用台籍人士，但历史的裂痕难以缝合。伤疤背后有殖民统治的遗毒，日本50年洗脑分化，让部分台胞对祖国认同模糊。而国民政府政策的傲慢，造成了一系列问题的失控。其实228并非今天某些人说的省级原罪，其根源是殖民统治遗留的社会撕裂，加上接收政府的治理失能。台湾光复本是喜事，却因历史积怨与政策失误，成了一代人的集体创伤。有道是，光复不只在领土，更在人心。